同学，大家好，我是我。那在这里呢，我们主要是想要建立一个知识的一个平台。那这平台的就是要 share 一些知识给大家。那我个人是比较在于一些物理的一些问题的探讨或是工程上的探讨。那 OK，那我们常遇到一些工程或者物理问题，基本上它都跟时间是有直接相关的一些函数的一些 model。那因此，我在这堂课着重于在做一些 time domain 上一些分析，在针对不同的物理以及工程上的问题。那我们比较常容易碰到问题，不外乎在这两个领域上一个是 EM-Wave 的一些 modeling 的部分，在 quantum mechanics 的部分。那基本上他们都是属于时域以及空间上的一些物理的问题。OK，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用所谓的 finite different time domain 做一个详述的介绍。那来去解所谓的 EM-Wave 的 simulation 的问题，以及 quantum mechanics 的问题。那基本上这两个的一些出发的 equation 就有点不太一样哦。那基本上因为它比较会被上在 Maxwell equation，那 quantum mechanics 这是建立在基本上是在薛定谔 equation。OK， 所以这两个问题应该我们以前的大学基本上都会去讨论这相关性的问题。那我课程的大纲就如这边所述哈。那首先第一大部分我们会去解释一些因为碰到一些不同的介质，它如果在这些介质上面去传递，然后我们去做一些 modeling。在 modeling 之后，我们会一些物理的一些 equation。那我们再用一般的一些数字的方法来解这些equation，让这 equation 产生一些视觉化的效果，让我们去更了解这些物理及工程上的问题。那同样的这些手法及流程会用在 quantum mechanism 解一些确定 equation 的一些方法。OK， 那一开始我们先来解一下有关一个一维的一个 problem 的问题。OK， 那基本上我们在解 EM-Wave 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它是它做 propagation 的时候呢，它是属于一种时间以及空间上的问题。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并不会讨论一些近视跟静电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在解 time dependent 的确定 equation sorry Maxwell equation， 不外乎是有两个 current equation 要去做描述第一个是在电场的旋度上面 ，OK， 它会跟持通量的微分，在时域上的微分以及另外是在磁场的 current equation 基本上我们这里不考虑所谓的 external source 所以我们不会考虑那个所谓的 current density 的问题。OK， 那基本上它是跟displacements 在时域上的微分。那基本上这两个 equation 呢，跟 magnetics 跟电场呢，它们基本上有一个constant 的关系。假设我的材料或者说我们经过的 propagation medium 它是属于一种它是 trophy 的一个 medium， 那基本上它 equation 可以把它写成像这个形式。
OK， 那其实，在解 Maxwell equation 有关太多 time dependence Maxwell equation 或是讲 time dependent 应用 wave propagation 的时候呢，基本上都在解这两个 equation 不管是一维、二维、三维的时候，这 equation 基本上是不会变的OK， 那我们把问题更简单化假设我们只考虑一维的问题，就是我的光它是随着 g 去做传递的，假设它只有考虑 g 的 duration。OK， 那我们有 curl equation 呢，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只要考虑磁场就有 ES 方向，那sorry，磁场就有 HY 方向，那电场就有 ES 方向。OK，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equation 在一维的domain下把它写得更简单因为它是在 g propagation，所以基本上是对 g 做微分而已。OK， 那一样那在对电场在态domain的微分。好，那这就是在解一维的从 g 方向的 propagation 的 wave 的一个一维的简单的 model。OK， 那再下来我要把它做一些数值化的动作。那做数值化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得要把我们的考虑的问题，把它做 discrete 的一个分布。那在这里呢，我们会用到所谓的 E-agree 的一个方法。那基本上 E-agree 它就是去配置了电场跟磁场在空间跟时间 domain 的一个描述的方法那在这里稍微简单的描述一下。假设我把 y 轴当做是我的 t 轴的一个 propagate 的一个 duration， 那这个是我 g 方向的discrete 的一个方向。OK， 那基本上我们习惯会把 EX 这个电场在时间 domain 它的规分布是 n 加1/2或是 n 减1/2。OK， 无所谓，反正它的 index 就是1/2的形式，在 time 这个 domain 上。那在空间的 domain 上呢，我们比较习惯把它分成是整数的规，比如还有 k k 加1的 index， 另外一边就是 k 减1的 index。OK， 那相反的 h， 我们习惯在t 的 domain 上变成它是一个整数的一个 index 那但是在spatial domain 呢，它刚好是相反它是变成1/2的一个 index。就是 k 减1/2 k 加1/2点点点点点点。那当我的 time 在演进到下个 step 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 EX 它在
time domain 的 index 变成 n 加3/2。OK， 那在 spatial domain 基本上跟前面是一样的哈。是 k 减 k 加1 k 减1 OK， 所以基本上在空间以及时间上的分布的方式大概就像这样子哈，就是上面这个 index 大概是在 time 上面做 discrete 动作，那下面这边呢，则是用spatial domain 做 discrete 动作。OK， 那大分布的大概的配置是这个样子哈。现行的 FDTD 的手法，那基本上他们会做这些微分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都是用简单的一维的线性的central difference approximation 去做一个 discrete 动作。那基本上在一阶的方法里面 ，center difference 它的数值上的误差，其实它会比所谓的 forward 以及 backward 的方法还要好，所以它在 FDTD 的模拟上面呢，基本上是 based on 用这样的方法去做空间以及事件的分割化动作。OK， 那我们现在直接开始做数值化的 discrete 的一个数学的 model 的描述。OK， 那在这我先用其他的笔。好，那我刚刚讲过哈，在 ES 这个方向，在 ES 这个vector 呢，我在 spatial domain 的 index 基本上是用我刚讲用 n 加1/2的 index 来代表它。spatial domain 用整数，然后去减掉它跟它前一个 step， 前一个 step 是什么 ？n 减1/2，同样的空间上的 gradient 去除以 delta t。OK， 这个写法就是左边这个一阶线性的一些中心差分的数值方法的 equation。那这个就会等于假设我们现在考虑是一个 free space 的一个状况，就是 epsilon 0啊。那这个也是一样，不过这 index 有点不太一样。这 index 是我的 hy， 它的时间的 domain 是 n 它是整数的，但是在空间的 domain 它有一个错位是 n，k 加1/2，减掉。那因为它是在空间上面做微分，所以这个就变成是空间上面的center difference 所以delta t。OK， 那基本上 hy 跟这个写法是一样，这边是 hy 写，它的 index 是记得在时间是整数，那在空间呢，就是有一个1/2的错位的一个形式。Sorry， 这个应该没有。在时间上面做 center difference 我另外一边是做电场。Sorry， 这边有一个 mu， 那一样因为在考虑我们在 free space 上面，x OK， 这是 n
加1/2的 k 加1去减掉 ex 的 n 加1/2的 k。因为我刚才讲过，这边是在 spatial domain， 所以我们在 spatial domain 上面做discrete 动作哈，就它这 OK。那所以上到这里应该没什么问题哈。那在这里我稍微做一个转换哈，就是说做一些 normalize 动作，因为我们知道电场跟磁场之间有所谓的 impedance 一个系数。OK， 但是你在做每次这样子的迭代的时候，你得要把这个系数把它带进来，那这两个的 equation 的那个权重才会变成一样哦。那为了去防止这样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 normalize 动作，我们定了一个所谓的一个 OK 一个小老鼠的一个符号哦，把它定义成是这样子哈。最主要是要把电场跟磁场之间它们的 weighting 要把它normalize掉。OK， 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上面这个 equation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以下的样子哈。那同样我们把后就是比较新的态上面的迭代把它放到左边，那比较上一次的态的那个时域的解把它放到右边，然后就是把equation 的位置稍微做一些调整哈。OK， 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把前一个 step 的位置移到右边来，那这个保持在原来左边，就是后来这个 step 放在左边。OK， 对，同样的规点啊。那一样我把刚刚的分母，因为是做 normalize 掉了，所以它的电和磁场之间的权重就会变成是coefficient 就变成是这个样子，这是 delta G 对空间微分的 delta G， 以 delta T 对时间微分的 delta T 把它移过来，那这边就变成是 h y 的 n 的 k 加1/2减掉 hy n 的 k 减1/2。OK， 所以上面 equation 对一电场的迭代就它形成这样子。那同样对 h 的形式 ，OK， 一样，我把后一个 step 写在左边，前一个 step 写在右边，啊。那可以发现电场跟磁场它们这边的 coefficient 就会变成一样哦。经过刚才 normalize 的这个单位转换以后，基本上电场跟磁场之间在每次迭代的时候，这个 weighting 就会变成是一模一样哦。就不要再去乘我刚刚所谓的那个 impedance match 的那个 coefficient 哦。这是n 加
分之一 k 加1减掉 ex 是增加同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在空间上是不一样的哈。OK， 所以大致上在数学的 modeling 或者是物理的 modeling 的写法，在数字上写法，它已经写完，它就长这个样子。这其实我们在做每一次的 simulation 的时候，基本上它在做时间迭代的时候，基本上一直在迭代这两个式子。那在这里我把这个东西先带出来讲哈，这是一个 coefficient。假设我把它定义成它是某个常量常数项，所叫一个 a 的常数项。那我把位置稍微移动一下哈，sorry， 我刚忘记写到一点，这个的东西u 零乘 epsilon 零的倒数开根哈，基本上它就是 c 零哈，所以我就把它写上来，倒数开根它就是 c 零，就是我们说的光速的一个物理量。OK， 那这是等于某个 a 某个常数。OK， 那我再把这个东西乘过去哈，丢到 t 就等于 a 就除以 c 丢到 t。OK， 那从这个 equation 大家可以解释说，当我的光它光速通过某个固异点的时候，它会对应某个一个 delta t， 对应某个时间。比如说我光通过这个固异的时候，它会有一段的时间。那基本上在物理上，基本上它的时间不可能会，就是说它的速度不可能会快于光速。那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物理量就是 a 这个物理量呢，它不可能是，它必须得要小于或等于1才可以，否则在物理上就不会有这种所谓的物理量产生就是它速度不可能会快于光速所以基本上这个 a 必须得要小于等于0。那这件事情产生的物理量才有含义。那基本上我在一维的 model 里面的 a 几乎是先把它定是0.5。OK， 那基本上这个 a 在 FDTD 里面它有一个很有名的名称，那叫做 Coulomb vector 那待会在我的口点里面会有去描述这样的一个常数我先把这些东西擦掉这里慢一下那这边我会定成这个值是0.5也就是所谓的 Coulomb vector CF。好 ，OK。那所以我刚刚讲过，基本上我们在做 simulation 的时候，在每次 time step 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 update 这两个equation。所以我在这里写了一个用手写一下我在做每次 simulation 的时候的一个 loop 大概长什么样子就是最核心的 code 的位置，那就像这样子。Sorry， 基本上在某个 loop 里面，我的 t 从1一直到 n。这个 n 呢，代表是我要 propagate 的 step 到底有多少那就是做这样子的迭代 ex 是做这样的迭代，基本上只是把上面的 equation 写成是这样子的一个数，就是说
coding 看得懂的一个形式哦，0.5哦 ，common factor 去乘以 hy 在某个 k 好，再去减掉 hy 的故意点的 difference。OK， 那 es 大家 update 这样，那同样 hy 跟 es 类似哈。OK， 是 hy。OK， 再加上 0.5 去乘以 es 的 k， 再减掉，所以这个是 k 加1，减掉 es 的 k， 最后再 end。OK， 所以基本核心的口会长这样子哈。那每次 type step 的时候会做一次 update 的一个动作 for es 跟 for hy。OK，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 coding 到底是如何去撰写的哈。OK， 那基本上撰写的样子大概像这样子啊，我 coding 几乎都是用 MATLAB 的形式写成的。那同样它可以放在我们的所谓的 free mat 或是其他可以吃得进 MATLAB 的语法的一些软体，基本上都可以去写。Okay，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 coding 如何去做的基本上我这边是在做一维的 FDTD 的一个 free space 上面的电磁波 propagation 的问题。那假设我要 propagate 的 degree 我把它生成是有400个 degree 点，就是空间上的分布是有400个 degree。那这边定了其他一些物理量那基本上这些物理量跟我要给的 source 会有关系那比如说我的 source 的中心点是从 K 系这个地方开始，就是我的 gradient 的一半的位置。那我的那个给的 source 它有一个所谓的 time delay 的一个 pulse 的一个情况，然后是40的 gradient， 然后和 split time 是12。那我这个总共的 time step 的 step 的 total step 大概是500左右，这都是我们定的一些 parameter。OK， 那再下来是做一些电场跟磁场 array 里面的 initial 动作基本上一开始都把它设成是0那我所有规律上面都把它做 initial 动作。OK， 那这边就有一个所谓 current factor，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delta t， 乘以 C0再除以 delta g， 它在物理上的含义，我刚刚在前面有描述过了。OK， 那真正在跑的路大概就这一段而已从某个 n 从1一直到我要设定的 time step total time step 多少，然后这一串就是我刚在前面描述的，就是在做 ES update function。那这一段就是在描述那个 negative update function。那这边中间有一段是所谓的我的 source 的描述形式。那基本上我的 source 是属于一种高选 plus 的 source。那我在后面课堂会解释说高选 plus 为什么得要是这种的敞开的形式。应该说为什么它有一些 parameter 会要去设定，比如说 spread 为什么要是12？就讲我的 t 为什么是10这件事情，我后面可能会描述这件事情。在这里我们就先把它当做它是一个我要给的 source 的一个形式就好了那我们知道我的 source 某些 k 系就是从200这个故意点开始，因为我的故意是从size 的一半开始去跑。OK， 所以大概就这么简单，后面只是去plot 它的一些结果。那我这边 plot 是 plot 的是在 time step 50跟100，150的一个 field 的分布的情况。OK， 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是用 Meta 写的语言，所以基本上在 Finite 执行上可能会比较慢一点点。OK，所以我们可能要稍微等一下下。OK， 跑完了。OK， 这就是它 plot 出来的结果哦。那红色这样是在 time step 等于50的一个 fear 的状况。那我们刚讲过的 source 是从200这边开始去产生的哈，所以在 t step 大概是50的时候，会有分成两边去做 propagation 哈。另外是粉色这样是100的时候的 step 的情况。啊，第三条是 t 等于150的一个情况。OK， 所以看起来它的 pers 的情况的分布 source 的情况呢，对 propagation fear 应该算是蛮符合物理的一个 model 前进的 model。那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哈，第一个是，嗯嗯，当我把 time step 把它拉长，maybe 我可能看maybe 可能看500或者是超过400个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哈？那基本上你只要在 code 里面去改这件事就可以了哈。因为我刚刚讲过说 test day 目前观察的时间，呃，我们真的跑了 test day 的 total 大概有500，然后但是我刚只 plot 到了就到150左右。那如果我们现在看500的状况，可以发现说，500基本上它已经超过我们设定的那个可以 propagate 的一个距离。那以 wave 形式来说，当我碰到 boundary 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希望它应该是可以被消失的，哦，是说它可以 propagate 到后面去。但是你可以看到实际状况并不是这样哦，你可以发现当我的 wave 超过这个 boundary 的时候，它会产生所谓的反射波回来哦，一番它有正一番的状况产生。那这是为什么呢？那基本上原因还是来自于我们当初在initial 值设造成一个问题。OK，我从 code 上直接来讲述这个问题啊。Sorry，我先来看 code。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开始在 initial 这些电场或磁场 array 的时候，我们把所有值都把它设成是零。OK，那但是我们在做每次 update function 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我的 ex 的 update always 都只有从2到size，就是到我的 grid 的终点。OK，那所以变成是我的 ES 在 initial 就是在1的位置上面，并没有去做这样子一个定义函数，它 always 会存在0这个字在 k 等于1的这个位置上。那同样的，你可以发现我在做 update function 的时候，我的 hy always 都是从1到 size 减1的 grid。那为什么这样分配？原因是因为我刚前面讲过，基本上我的 ES 跟 HY 它们之间的 grid 是要做一个错位的一个情况。OK，所以变成是我在设计或者在 update 的时候，
它们本身就有一个错误的状况，所以 always 在做 update function 的时候，我的 hy 在做外测的时候，它不会有 update 的 function，所以变成是 es 跟 hy，因为我在 initial array 的时候，它要形成自己所谓的 natural boundary condition，所以变成是我电场碰到 boundary 的时候呢，它会自然形成所谓的类似看到金属的状况，会产生所谓的一个反射波块的一个状况。那要怎么去防止这样的状况发生呢？那基本上我只会引述到最简单的一个 boundary condition，叫做 absorption boundary condition。那怎么去定义它？其实基本上还蛮简单的哈。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如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boundary。那这边就要回到我们刚才所介绍的那个 Coulomb factor 这件事情。那我们刚刚讲到我们 delta t 基本上它会跟一个我刚讲的这 Coulomb factor 呢，以及 delta sorry 就是 c 零除以 delta 除以 delta t。OK， 那我们知道说，当我的光就是我碰到我的孤立的时候，做空间设定孤立，它会产生，它会 propagate 一个距离，然后这个 d 呢，在 free space 的状况下，它会是 c 零除 delta t。那 delta t 又是刚定义这个哈，就是 c 零。这边写错，这边写错了，这应该是 delta g 除以 c 零，这样才对。OK， 那所以这边呢就会变成 c 零再乘以就是 Coulomb factor delta g c， 所以就变成是 a delta g。那基本上我刚前面定义这个 a 就是我 Coulomb factor 呢是1/2，就是0.5啊，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在做每一次的 time step 的时候，我的波真正 propagate 的距离大概只有1/2的 delta g 的一个距离。那也就是说，当我要去做，我刚刚讲过，我的前面，我的1G 的第一个孤立点，基本上这孤立点的 EX always 这样都是0，因为它没有被 update 到。所以变成是我在做 boundary 的时候呢，这 ES 在 E 的这个 index， 它跟这个第二的 index 呢，它必须要做一个 constraint 动作。那 constraint 的 criteria 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哦，就是说它的 D 其实在每次它就做1/2的 delta g， 那也就是说，其实基本上第一个规律的 boundary 要经过2次的 time step， 它才可以要等于第二个地方的 boundary 的一个值哦，所以基本上在数学上的写法就得要是这个样子哦。n 第0的规律，说第一个规律得要等于 ex 前2次的规律，前2次 time step 的第一个的规律点的值，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刚所产生的 natural boundary 就会被 constraint 在2次的 time step 以后，就会变成是它等于这个第二个规律点的值。那个时候我的 wave 就会被抑制住。OK，
那我们看一下 coding 上面如何去做到这件事情啊。回到这个 OK， 那这是我们第二个 example， 就是加了 ABC 的 boundary condition。那基本上，这个跟前面都一样，就是在 boundary 部分这边做另外一个 initial 动作，就是因为要做 boundary constraint，所以基本上我们把在每一次 boundary 之间做一个 initial 动作。那在的 time loop 的里面呢，也加了constraint boundary 动作。基本上，因为它有两边嘛，所以我分成左边以及右边，就是比较高的贵一点的地方，两边的 boundary 就把它做 constraint。你可以发现到我是做了2次的迭代 ，test 迭代以后，我的第一个贵一点的值才会等于第二个贵一点的值。那同样的，在比较高的贵一点位置也是一样在比较后面这个贵一点的经过2次的 test 才会等于它里面的那个贵一点的值。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超过500的时候，那它的结果会变怎么样啊？还会有反射波的状况吗？看一下结果。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 t 等于500的时候，基本上就不会有刚刚我看到的反射波的状况，一个正一个反的状况产生，而会完全被这 boundary 给吸收掉。OK， 那在这里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的写法是，重新一次。我刚刚讲我刚帮的写法就是我的第一个故意点的后面2个 step boundary 的这个值要等于n 减2，前2个 step boundary 的前一个故意点的值。那这是被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得到？就是我刚刚讲的，我实际上在 miss test 的时候，它其实只有走1/2丢它自己，就这 criteria 下面得到的这个一个结果那也就是说，当我的 delta g， 我的 d 走的距离不是2/2 delta g 的时候 ，maybe 可能是3/4 delta g 的时候，那我这个 delta， 那我这个 boundary 的 define 就得要是 n 减3甚至可能 n 减4。那所以这边牵扯到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是那 Kronig factor 的 define，的 coefficient 会决定这 boundary 形式要怎么去写。那第二是当你的 propagation 有所谓 Dutch constant 的时候，有一些 Dutch fin 的时候，这个条件又会变它不会是2/2 delta g， 它可能会更小所以这边可以看到一些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它的这个 boundary define 基本上它会 based on 你的 Kronig factor 以及你在 propagate median 的一个状况来去做修正。那也就是说，它其实不是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 boundary condition， 可以去 define 你的 wave 在 boundary 的一个情况。OK， 那基本上我们今天会先上到这里。明天我们会再记得会去描述一些属于 Dutch fin 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去做 modeling。谢谢大家。